卡尔蜜拉走向前来，一脚踏在特里加的背部，对着特里加就是一阵无情的乱锤。特里加苦苦挣扎，用自己的双手捂住卡尔蜜拉的脸蛋。卡尔蜜拉挣脱后，对着特里加的胸口又是几拳。卡尔蜜拉掐住特里加的脖子，怪兽戈尔巴即将发动最后的攻击。这究竟发生了什么？请接着往下看。这一切要从几天前说起。无尽的宇宙中，一座拟巨人的石像正在漂浮着。突然，一颗陨石击中他的面部，顿时石像炸裂开来。来者正是太古战士卡尔蜜拉。卡尔蜜拉的脾气相当火爆，抽出闪电鞭就把身边的陨石打得粉碎。火星上，这个护花少年正是真中剑物。此刻一束亮光出现，来者正是幽雷莎。他告诉剑物，留给人类的时间不多了。说完就把剑物带到一片黑暗之中。在黑暗中，有一个巨人的轮廓出现在剑物面前。一脸懵逼的剑物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黑暗巨人大手一挥，一束神光对着剑物袭来。剑物一下从噩梦中惊醒，这个梦已经无数次的出现。果然这不是一个好兆头。一只怪兽出现在火星古遗迹外围，来者正是超古代黑暗怪兽戈尔巴。怪兽二话不说，对着古遗迹就喷出一滩烈火，剧烈的爆炸惊动了遗迹里的科考人员。突然一块巨石落下，即将砸中剑物时，一个光盾突然出现，为剑物挡下巨石。古遗迹外，戈尔巴还在肆无忌惮的破坏。面对人类的防御系统，戈尔巴轻松的钻洞而入。面对来势汹汹的戈尔巴，人类的武器丝毫不起作用。戈尔巴发射数道光弹，轻松摧毁人类的基地。TPU 社长近前光国见状，掏出武器，一枪击中嚣张跋扈的戈尔巴。受伤的戈尔巴并不恋战，遁地逃跑。原来这一切的幕后黑手正是这个尼奥妖力战士卡尔蜜拉。返回基地后，幽雷莎现出真身，来到剑物的面前。没等剑物问清楚原因，近前光国也来到剑物眼前。原来他也时常做着同样的梦，他预感到人类即将面临灭亡的危机，而这个时候需要一个光之巨人出现来拯救人类。于是近前光国将在古遗迹中挖掘出的胜利神光棒改造而成的海帕手枪展现给剑物。基地外，卡尔蜜拉卷土重来，地动山摇后躲在地底深处的戈尔巴冒了出来。千钧一发之际，剑物拿起海帕手枪便冲向正在基地外大肆破坏的戈尔巴。古遗迹内，特利加圆环之壁感受到剑物的力量，把剑物传送下来。一尊巨大的特利加石像呈现在剑物面前。当梦境出现在现实之中，剑物还是一时间无法接受。就在此时，一束光鞭对着石像袭来，卡尔蜜拉出现在剑物的身后。很显然，卡尔蜜拉根本不把眼前的这个人类放在眼里，他的目标正是要摧毁特利加石像。在剑物的阻挡下，卡尔蜜拉几鞭子就抽在剑物的脸上，剑物被抽得皮开肉绽，痛苦不堪。就在卡尔蜜拉想结束剑物性命之时，幽雷莎的出现抵挡了卡尔蜜拉的攻击，而仅几招后，幽雷莎就被打得烟消云散。面对根本无法战胜的卡尔蜜拉，剑物的意志激活了特利加石像。顷刻间，蓝色神光从石像射出，卡尔蜜拉被重弹飞出去。接着剑物腰间也发出光芒，这正是胜利超越之样。按照梦中的指引，将胜利密钥嵌入海帕手枪之中，召唤特利加的胜利神光棒出现了。只见剑物大手一挥，复合型特利加出现在戈尔巴面前。特利加一出手果然不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与戈尔巴大战起来。只见特利加几招重拳锤在戈尔巴的胸口，接着钳制住他的脑袋，就是一个膝撞，一脚再把他踹开。面对戈尔巴的反击，特利加被撞倒在地，戈尔巴发出光线射向特利加，特利加一跃而起，用拳击切割还击。此时戈尔巴翅膀一挥，离开地面，对着特利加就是一个冲撞。就在特利加被撞懵逼之时，卡尔蜜拉顺势钳制住特利加的脖子，这下特利加危险了。面对一药一兽的夹击，特利加因此十分被动。此时卡尔蜜拉再次召唤光鞭，对着特利加无情的抽打。很快特利加再次被击倒在地，爆炸四起，乱石纷飞，连同胸口的计时器也闪烁起来。天空下起了雨，于是就有了故事刚刚开始的那一幕。面对戈尔巴的最后攻击，一把利器从遗迹中破土而出，此神器正是特利加圆环之臂。圆环之臂在手，特利加势如破竹，一剑就劈在戈尔巴的腹部。这还没有完，特利加召唤出栽培利奥长剑，一股剑气甩出，随着一片地动山摇的爆炸后，戈尔巴被重重的摔在地上。卡尔蜜拉见状，再次甩出长鞭对准特利加，特利加甩出一道剑气击落长鞭，然后召唤出栽培利奥光线攻击卡尔蜜拉。此时卡尔蜜拉召唤戈尔巴当盾牌，光线击中戈尔巴之后，顷刻戈尔巴被炸成无数粉末。卡尔蜜拉见状，双手一挥，便消失在特利加面前。看完第1集，不得不说，这是准备复刻迪迦最终圣战的设定吗？小影看了也有点不明所以，期待后续的表现。关注我，我是小影，电影新解说，经典不错过。